叫做钟博熙，我现在在桃园县立的大园国际高中担任艺术生活科的教师。那我的专长是音乐应用艺术。那我在授课的内容多半都是引导学生如何用声音来传递影像，或者说用声音来加深影像它所要传达的深度。这是我觉得我在工作上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实际上课最大的困难是，我觉得学生的先辈知识都参差不齐。这一点不是只有在我这一门课，其实是在每一堂课都是每一个老师都有这种想法。先问一下，所有同学都是美术班的同学吗？对，所以说不懂美班。那你们对于你们音乐课上了多少？没有音乐课。所以国中也没有音乐课，高中也没有音乐课，是不是？都没有。好，那我们这样我大概知道。常见的数位声音、数位储存的格式哈。我问问看各位同学，你们对于副档名有没有概念？什么是副档名？不知道。学生们的他阅读的能力、阅读的量太少，以至于学生没有办法说故事。如果对于配乐有兴趣的话，要先有一点点音乐的基础。音乐基础完毕之后，你可能不需要说学到像演奏家这样子一个程度，但是要有对音乐有一点基本的 sense 之后，你要对影像要有了解。那影像要传递什么时候？因为声音永远是在影像后面。这3只手机、这4、5只手机的影像全部拉到影像，拉到后置软体之后，然后重新看着影片，重新唱一次。唱一次完毕之后，在当时在远方再用一个好一点的麦克风录一个当时的环境音，把事后笔录跟环境音密实在一起。学生除了有先辈的音乐的知识以外，他还要再做一些影像上面的两边的跨界来了解，这样才可以做配乐，而不是说我今天觉得什么音乐好，我就直接把它塞进去，像贴壁纸一样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学生如果在配乐有兴趣的话，就要先知道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了解基本的音乐；第二，去了解影像的结构以及如何用影像来说故事。刀剑哦，你看这是刀剑敲击的声音。好，然后这个是模拟刀子从刀鞘拉出来的声音。你们看到听到这个声音？有点像。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画面，如果他们是两把刀在打斗的时候，都有看到没有？好，所以其实很多声音都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里面，这声音都可以模拟出来。你看包包上面都有一些滴滴扣扣这种声音，就假装说可以假装人家在走路的时候东西摩擦，身上的饰品摩擦的声音，以及把这2个声音相互做交替。OK， 就可以模拟出人脸被打到那种肉被打到这种声音。当你了解影像如何说故事的时候，你才可以用音乐来给它做辅助。就我教学经验，我当然一定要先多听，然后多听之后，然后当你发现说某一段影像觉得可以用某一段音乐的时候，我们先不要谈著作权，就是他只要说他觉得这段音乐适合放在什么声音影像里面的时候，这才是学生开始要准备。因为一开始我要学生很大量的听音乐。应用音乐这部分其实不是器材不是第一，很多老师一直以为说艺术生活的应用音乐这个部分器材是第一的，不是，器材永远不是在第一位。这是一支我做的一个很简单的麦克风然后这我自己粘的，再加一个什么呢？再加一个录音笔，能够即时监听的录音笔。好，那这个样子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马上就可以录出一个很好的东西。最重要是说故事这件事情，叙述故事或交代故事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，而不要执着于我要用多好的电脑、多好的设备或者多好这样。其实你用手机在家，甚至你用微软内建的 Movie Maker， 只要你能够讲出故事出来，故事性内容永远比器材来的重要。我们之前没有讲过这个东西，因为之前在拍，也是有拍一些影片，然后对于音效部分都一直没有办法
就是不理解，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掌握，然后有学到这些东西，觉得至少之后就会有概念，然后可以大概知道怎么去做这样子。我觉得，因为我们以前录音就是真的很阳春的录法，就是边拍戏就边录，然后其实那时候可能也是对音效也没有那么讲究，可能就声音有出来就好。然后，可是我觉得今天学到的东西就是很重要，就是原来音效要让音质这么完美的呈现，有那么多的方式，然后技巧，然后就是对今天的课程，我就觉得是算是开了眼界。让我最有感动的是，学生有这种心去 touch 到我们的土地，去了解到生活周遭的各种的小故事，进而丰富自己的生活。艺术生活是一个新的科目，大家加油！它有别于音乐，有别于美术，但是它却是最贴近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之中。